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过去的2周里，我们做了2期讲母女关系的视频，许多朋友都对此非常有共鸣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来聊聊母亲的情绪问题。也是因为最近一位女性朋友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，在征得她同意后，我就把她的困惑和经历做成这期视频。她的经历也非常有代表性。这位女士的婚姻非常典型，就是一个负责的女人和妈宝男的组合。她的丈夫在心理上并没有断乳，面对婆婆的无理取闹，她的丈夫总是劝她多忍耐，时不时搬出妈妈来诉苦，暗示妈妈才是最可怜的。在婚后，丈夫的心似乎停留在妈妈那里，在社交和家庭责任上日渐退缩。而这位女士承担了家庭里主要的经济开支和家务。某一天，当丈夫试图对4岁的儿子进行说教时，由于父子之间本来就缺乏情感交流，儿子并没有理会他。这位感到自尊受到威胁的父亲，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自己，而是指责妻子，说这是妻子教唆出来的。在那一瞬间，这位女士多年来积累的委屈和愤怒情绪爆发了，在孩子面前和丈夫激烈地争吵起来。但比起争吵本身，更让她痛苦的是事后的反应。她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。当她向周围的朋友讲述这件事时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，而是批评。朋友们说，你们不该在孩子面前吵架，母亲即使和父亲的矛盾再深，也要在孩子面前维护好父亲的形象，你这样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。这些话语让她更加自责。那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怎样看待亲密关系中的冲突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，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，母亲的教养方式确实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，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许多视频里反复强调的。母亲往往是孩子面对世界的第一面镜子，孩子通过母亲的眼睛看到自己，通过母亲的安抚学会了识别自我的情绪，建立最原始的能动性和对自己的信任与喜爱。如果这面镜子破碎了，或者无法回应孩子，孩子的自我确实会受到动摇。这不仅是理论，也是我们许多人切身的体验。然而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母亲的枷锁。在我们当下流行的心理学中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，那就是仅仅聚焦母亲，用显微镜寻找母亲的错误，要求母亲做到完美。这容易给大众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错觉，好像育儿中的所有错误都是母亲犯下的。但在很多情况下，尤其是在那些丈夫缺位的家庭中，母亲往往不得不承担起过多的养育责任。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，做得多的人总是更容易犯错，而什么都不做的人当然永远都不出错。当我们仅仅聚焦于母亲的过错，就容易鼓励父亲对责任的逃避。然而，在很多家庭中，我们很容易看到焦虑的坏妈妈与假开明的爸爸这样一对组合。母亲显得非常焦虑、唠叨，事无巨细的操心，而父亲看起来反而很洒脱自由，甚至教育理念听起来比母亲更进步、更开明，也就是不给孩子施加压力。比如，有些母亲对孩子的成绩非常焦虑，而父亲则显得不在乎，觉得孩子开心就好。孩子认为父亲的教育理念更高级。我们当然可以同意，孩子从父亲这里感受到了某种轻松和愉快。然而，父亲的这种开明，许多时候是虚假的。真正的开明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建立在对孩子内心世界的洞察和理解之上的，是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共情的。而一些父亲的洒脱，本质上是因为他不在乎，他把自己置身事外，像对待一只宠物一样对待孩子，高兴了逗一逗，不高兴了就躲开。因为没有真正的情感投入，所以没有负担，因为没有负担，所以看起来情绪稳定。然而，一旦遇到了真正的挫折，或者一旦要开始面对那些繁琐复杂的细节，父亲可能会比母亲更加没有耐心。说到这里，
有朋友可能会说，就算父亲有责任，但母亲表达出负面情绪也会给孩子带来创伤，这是显然的吧？然而我认为，一个孩子拥有健康的心智，不应该，也不需要建立在母亲牺牲掉自己心理健康的基础上。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歌颂母亲受苦的文化传统，在传统的叙事里，完美的母亲形象往往是苦涩的，她永远是含辛茹苦、双手粗糙的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把最好的肉留给孩子吃，自己从来没有享受，也从来不抱怨。当然，这主要是一种物质和肉体上的吃苦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，这其实是一种沉重的道德绑架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发展，这种绑架未必消失，反而产生了新的变种。比如，流行的心理学似乎正在制造一种新的母亲崇拜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情绪上的完美主义。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，母亲不仅要照顾生活，还必须在情绪上保持高度稳定。你不能愤怒，不能不安，不能焦虑，甚至不能在孩子面前流泪。仿佛母亲只要流露出一丝负面情绪，孩子的一生好像就被毁了，就有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。我认为这不仅把孩子想得过分脆弱，在事实层面上也没有道理。比如一位妈妈，她在职场被针对，丈夫又什么都不做，于是她经常感到崩溃。但为了做所谓的好妈妈，她不敢在家里哭。她每天下班在车里坐半小时，调整面部表情，或者半夜躲进厕所无声地流泪。在孩子面前，她永远是一个微笑着的、情绪稳定的人。然而，孩子变得莫名焦虑，因为孩子能闻到空气中压抑的火药味，但他看到的却是妈妈有点机械的笑脸。这种认知失调比真实的情绪更让孩子不安。我还认识一位女生，她曾经受雇为一个母亲照看她的婴儿。这位母亲每天花好几个小时钻研各种育儿理念，并给这位女生下达了极其严格，甚至可以说是奇怪的指令。比如要求这位女孩每天必须对着孩子说祝福语，面对婴儿时脸上必须保持微笑，对婴儿的一举一动都要保持100%的专心，不能有1秒走神。这位女生对我感慨说 ：“Anthony， 我觉得这位雇主真的是太爱他的孩子了。”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我说，我不觉得这是爱。在我看来，这只是极度的控制欲，以及对心理学教条机械和拙劣的理解。他这样命令你和要求你，你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紧张和不开心的。结果，这反而会被孩子感知到。婴儿感知世界，不是看嘴上说了什么祝福语，也不是看对方脸上挂着的那个面具一样的假笑，而是去感知肌肉的紧张度、呼吸的频率、眼神中流露出的真实气场。如果不允许母亲表达痛苦，母亲就会生病，而一个生病的、压抑的母亲是难以养育出心理健康的孩子的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真实的母亲比完美的母亲更有力量。例如，在我们这个案例中，如果这位女士一直忍气吞声，她就是在向孩子传递一个无声的信号：当你的边界被侵犯时，你只能吞下委屈，面对不公，维护表面的和平和睦，比维护自己的尊严更重要。但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创伤，因为它教导孩子去发展出一个虚假的自我来迎合他人。说到这里，有的朋友会问，如果我们支持母亲向孩子表达愤怒，那孩子会不会觉得不安全呢？我想，许多人把情感调谐理解为时刻保持愉悦的共鸣，但真正的调谐是对当下真实关系的响应。如果房间里明明弥漫着紧张和冲突的空气，而母亲却在强颜欢笑，这种错位会让孩子感到不安，会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是真实的。所以，包含了一部分愤怒的调谐才是健康的调谐。当母亲表达愤怒时，她在告诉孩子，你现在的行为或者爸爸现在的行为让我感到受伤，我对此有强烈的情绪。这让孩子确认了自己的行为是有影响力的，也确认了母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实际上，
温尼科特在一篇论文《恨与反移情》中就指出了母亲对儿童的各种各样的恨，以及这些恨本身的正当性。例如，婴儿会攻击母亲，会把母亲当作工具和奴隶，会无休止的尖叫哭喊。于是，母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愤怒、疲惫的情绪，而处理这些情绪本身是非常必要的。如果我们完全的回避和压抑了这部分情绪，认为这些都属于不道德、不美好的，强迫自己只表现出纯粹的爱，那么这种爱就成了一种虚假的煽情。温尼科特称之为 sentimentality， 也就是一种充满伤感的爱，因为伤感正是对恨的否认和掩盖。温尼科特举了一个例子，他曾经收养了一个9岁的男孩，这个男孩时不时处于疯狂状态。起初，温尼科特给了他抱持性的环境，但这个男孩还是习惯于搞破坏。温尼科特没有直接辱骂和惩罚这个男孩，当这个男孩发作的时候，他把男孩赶出门外，不带有任何羞辱，而是清晰地告诉男孩，你做了哪些事情让我很讨厌。同时，温尼科特允许他在平静之后按门铃回来，一如既往地接纳他，而不去追究这个男孩的过去。这帮助了这个男孩形成信念，那就是虽然关系中会有冲突，但也可以被修复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，温尼科特收养的是一个受到严重创伤的孩子，但这个案例背后的核心逻辑却是有普适性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表达是解释性的、非攻击性的，那么这种愤怒不仅不会给孩子带来创伤，反而会成为孩子心智化能力发展的催化剂。当一位母亲能够有边界地表达愤怒时，她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非常高级的示范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我现在非常生气，因为你刚才乱扔玩具砸到了人，这很痛，我需要你停下来，也需要一点时间平复我的心情。这种表达有3个关键特征。首先，它是可预测的。创伤往往来自于不可预测的、混乱的爆发。但如果孩子知道，只要我做了打人这件事，妈妈就会生气，只要我停止，妈妈就会恢复。这种因果关系是清晰的，世界就是安全的。孩子学会了规则和界限。第二，它是针对行为而非人格的。你攻击的是乱扔玩具这个动作，而不是你是个坏孩子这个身份。你的愤怒是有限度的，而不会泛化和扩散到孩子的整体。这保护了孩子的核心自尊，让他知道他依然是被爱的，只是他的行为需要修正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它包含了事后的解释与修复。当愤怒的潮水退去，当母亲向孩子解释刚才发生了什么时，她实际上是在帮助孩子进行归因。她会告诉孩子，刚才妈妈大声说话，是因为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个规则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愤怒有一个共同的基础，那就是它们都是基于真实情况的。正如心理治疗中的依恋这本书所说的，作为父母或治疗师，我们不需要，也不可能始终做出完美的调谐。相关研究表明，即使是最好的母亲，也会平均每19秒对婴儿做一件错事。破裂并不是关系的失败，而是关系不可避免的特质。与竭力避免破裂相比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有能力容忍并修复这些破裂。事实上，正是调谐、失误、重新调谐这一个完整的循环，构建了孩子的心理韧性。每一次争吵后的和解，每一次误解后的澄清，都在向孩子的潜意识传递一个信念：即使关系中会有痛苦，但这些痛苦是可以被解脱的；即使会有暴风雨，但最终一定会雨过天晴。所以，父母不需要做一个情绪上的完美主义者。只要我们拥有自省的能力，能够在冲突后用解释性的语言去修复那个裂痕，那么孩子不仅不会有创伤，反而会因为经历过失而复得的确认，变得更加有安全感。而那些真正的创伤，往往不是因为父母正当的愤怒或偶尔的失控，而是源于父母投射的恨意。这种恨不是因为孩子做错了什么，而是父母自身的内部工作模式出了问题。
因为父母自身有着长期未被处理的创伤，导致他们的心理功能是分裂的。他们长期无法感知和看见孩子的内心，而是透过创伤的滤镜，激活了自己过去的痛苦。在这种状态下，父母是缺乏心智化能力的，他们失去了反思的镜子和觉察的能力。他们对孩子的忽视、苛责甚至攻击，不仅仅是一时情绪的宣泄，而是一种持续的、弥漫的状态。哪怕事后，他们也无法道歉，因为他们认定就是孩子的错。这种长期的、缺乏反思的、无法被修复的错位，会超出了儿童心理韧性的承受极限，这才是需要警惕的。实际上，会为了自己情绪失控而自责和反思的父母，恰恰说明了他们做得很不错，因为只有拥有强大自省能力的父母，才会时刻检视自己的行为，会担心自己是否伤害了孩子。而那些真正陷入病理创伤，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的人，往往感觉不到内疚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，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。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、某段话、某个视频、某种社会现象，或者你的日记，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，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。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、困惑和情感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对隐私性、安全性、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，也请及时告诉我。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，也请联系我，我会提供其他方式。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。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，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